一个政权什么时候最危险？就是民众骂他、诅咒他已经变成日常娱乐的时候，就是全民开启诅咒模式的时候。这一代中国民众十分生猛，他们不仅动口，还准备动手，准备抄家伙、造反大集结，简直势不可挡。这到底是纯发泄的嘴炮，还是社会情绪已经逼近临界点的警讯？我们再来看一篇在海外疯传的檄文，致天下灭共志士的公开信，作者直接把中共称为反人类犯罪集团，并提出一击致命的方式要把中共搞死。这份公开信为什么能引发这么多的共鸣？它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心声？当人民开始集体嘲讽、公开清醒，甚至开始寻找终结方式的时候，中共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启善。一个政权什么时候真正变得危险？民众不再害怕骂他，甚至开始集体诅咒他的时候，语言本身就是投票。从沉默到冷笑，从抱怨到盼他谢幕，从私下牢骚到公共嘲讽，意味着权威神话已经破裂，信任耗尽，期待清零，合法性崩塌。历史一再证明，许多政权在垮台前，民众只剩下一个问题，不是它对不对，而是什么时候结束。而今天的中共国已经明显走到这一步了。辛高地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在当今的中国网络空间，隐晦却汹涌的诅咒模式悄然兴起，中共国已开启全民诅咒模式。网友通过编码语言、梗图、梗句、恶搞内容以及各种间接表达方式，对习近平进行嘲讽与诅咒。这已不是零星个案，而是整个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体外溢。从抖音等短影音平台到海外社群媒体，相关内容每天不断涌现，并引发大规模的转发和互动。有人骂而不指名，让读者自动对号入座，用某人、那位、草包等来指称，假装客观感慨，实则精准指向。举个例子，社媒上一张配文，电视上看到某人就像看到狗屎一样恶心的图片，引发大量共鸣，留言区清一色的点赞。这种表达依赖语境共识，一旦读者理解了，就能瞬间完成政治指向。有人靠谐音诅咒，比如频频走好；有人玩起语言游戏战，借语言漏洞对抗审查，写错了就是写对，比如习近平。据报道，光是在一个网站上，内容审核员在2个月内就发现了546个针对习近平的打字错误或者代称。越禁止，人们越创造新名词，审查越严格，语言就越变形，越有创意，形成一种大家都懂了但不直说的集体默契。有人直接开帖诅咒习近平早日归西，并配以图片或视频，引发广泛的共鸣。有人则以物喻人，北京景山公园的歪脖子树被网友戏称为打卡点，暗示对领导人的负面联想或者厄运愿望。像传统的什么清风地啊、维尼熊啊、席包子啊、包子地啊等等讽刺的昵称，如今在网络上已经激发了更多的辩题，用笑点完成批判。这些表达虽被当局视为不文明，但网友们却把它认为是抵抗的工具，强调独裁者不是神，只是一个可以被批评的凡人，甚至是废人。而且这种诅咒模式的兴起根源于多重社会压力，经济下行、疫情管控的遗留问题，以及对共产政权集中的不满。
推动网友转向创意表达。纵观古今中外，民众公开嘲讽与诅咒领导人并不是新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清末明初时期，知识分子用隐晦诗文与漫画影射皇权，把慈禧比作妖后，民怨最终推动了情绪聚集，革命爆发。文革时代表面上歌功颂德，但私下其实满是顺口溜与政治笑话。等到改革开放后，这些压抑的不满才真正的浮上台面。放眼国际，古罗马就有诗人用讽刺作品批评皇帝，甚至因此遭到流放。中世纪欧洲也常用民间歌谣与木板画讽刺国王，这些都曾是社会危机的前兆。到了近代，苏联人民以政治笑话讽刺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虽被严厉打压，却仍然动摇了体制的信任。阿拉伯之春前，埃及与突尼斯网络上同样流行了对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等人的讽刺与暗语，最终演变成了街头抗争。所以简单说，当一个社会开始大量出现对统治者的嘲讽与诅咒时，往往意味着民怨已经走到了临界点。而现在中国大陆民众的心声，让独裁者下台，最终或将爆发星火燎原之势。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模式一旦开启，统治者要扑灭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其公信一旦彻底丧失，要重塑比登天还难。所以海外观察者指出，中国青年正在用开玩笑和代码词绕过限制，但当局的输不起心态正加剧对抗，这或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从被动服从到主动的诅咒，以致觉醒。这一代中国民众十分生猛，他们不仅动口，还准备动手。近期抖音上反共反习的声音不断出现，甚至出现随时准备抄家或造反的集结趋势，引发了关注。抖音上呢有一段影片显示有多管枪械整齐摆放，枪支啊，真的枪支啊，整齐摆放，字幕写着准备好了吗？评论区瞬间炸裂，大量网友直接留言，包括一些自称退役的武警、前悍匪、老江湖，什么时候发呀？我知道他们在哪里，真家伙哪里能买，在哪集合，在哪领装备，子弹管够，我能组一个师，搞一把冲锋陷阵。80后的都把家里收拾收拾，集合了，来活了。60后老将想出马，无儿当自强，不做缩头乌龟。同胞们都准备好了吗？那我也不偏安一隅，早就准备好了，干吧！一定要守住机场，别让那些废物跑了。我去守机场，一个都跑不了。擒贼先擒王，中国人民手里都有一把真理，才是真正的公平公正。真理就是枪啊！台湾什么时候过来？我等了20年。评论区已经是一个营了。大陆民众越来越清醒敢言，近期在抖音上与6·4相关的内容也不少，有人贴出了历史图片，有人怀念赵紫阳，甚至直接打出8964，还有人引用赵紫阳当年在天安门对学生说的那句话：你们还年轻，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了。还有影片直接现实荒谬的说：哎呀，你能洞察美国，看穿俄罗斯，分析中东局势，头头是道，却说不清为什么自己家买房子买时这么贵，想卖又卖不掉，为什么老百姓看个病那么难，为什么孩子拼命读书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普通人活着却这么累，穷途末路，那就上路吧。廉价表演，陈旧洗脑，权力还在唱戏，观众早已离场。有网友感叹，
如今抖音上清醒的人越来越多，而评论区更是火力全开。你以为的冲塔、高风险的发言，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冒险，而只是对现实的日常描述而已。有分析认为，政权最怕的不是怒吼，而是清醒；不是人群的聚集，而是没有办法再被洗脑的个体。你可以分住人，却分不住真相；你可以分住声音，却分不住思想。中国人已经觉醒，只等火候来临。最近网络流传一篇檄文，致天下灭共志士的公开信，作者是灭共突击手。该文获得了2025年中国行动致各界人士系列公开信征文活动的2等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和重点内容。亲爱的同道朋友们，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作为一个反人类犯罪集团，已经存在100多年了。从最初的流寇流氓，变成今天的庞然大物。不仅威吓奴役压榨14亿中国人民，更对整个文明世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中共不灭，大陆人民为奴的命运永难改变，文明世界的太平日子也必将落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不仅是全球爱好自由的人们的共识，更还是所有珍视和平、公义与人类尊严之人的共同忧虑与心愿。整体而言，我们在面对灭共这个主题时，问题不在于大家想不想结束这个政权，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办，怎么来结束。暴力革命代价太大，和平抗争往往持久战太长了，人就疲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既不流血，又能真正动摇它的根基？作者提供了他所谓一击毙命的方式，可以将中共搞死。那么中共的软肋在哪里呢？何处是中共不堪一击的命门？作者给出的答案是防火长城，就是那个 GFW， 它是中共的软肋。资讯封锁是中共的命门，只要中国人看不到真相，只要世界被隔开，只要防火墙还在，中共就能够继续维持表面的稳定。一旦资讯突破，民众看清事实，很多事情就会改变。所以不是去打仗，不是去流血，而是打破资讯封锁，让墙内的普通中国人能够真正接触真相和世界，看到被隐藏的历史、腐败的真相、世界的真实样貌，以及什么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权利与尊严。只要信息能够自由流动，中共的根基自然会动摇。作者提出的核心构想是，以无人机做载体，在中国境内的大中城市上空持续投放揭示中共祸国殃民、滔天大罪以及专权腐败的传单和小册子，内容包括中共党政官员贪腐记录和档案、中共历史恶行揭秘、普世价值的理念、公民非暴力抗争的指南、全球实时新闻等，让自由与希望的火种如同天女散花般持续在大陆上空播撒。中共苦心打造的资讯封锁防线必将瞬间落入形同虚设之境，坚不可摧的防火长城也难逃土崩瓦解、化为粉末的命运。作者相信，钱不是问题，人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去干，有人愿意行动，有人愿意支持，有人愿意站出来。关于资金的来源，他表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考虑。首先，中国有很多私企老板和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在习近平手下是最受歧视打压的，也是被榨取、剥削、盘剥最厉害的群体。这些人里面有没有恨中共到宁愿倾家荡产也要把它搞垮的人呢？作者认为是大有人在，的确是很有可能大有人在。
6·4屠城33周年之际，流亡海外学运领袖赵鑫曾经向记者透露说，目前有大量的企业家透过安全管道向海外民运志士们传递信息，希望在关键时刻振臂一呼，拨乱反正，重启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伟大事业。企业家们准备了上千亿的资金，用于奖励那些敢挺身而出、敢于拨乱反正的勇士们。资金的另一个来源，你想一想，有可能是体制内的高官，藏有大宗红色收入的人。不要以为共产党员不反党，不要以为官位越高的人越忠于党，没那回事。最后一点，天下苦情久矣，被共产党祸害的民众，想把他送进坟墓里的人不计其数。推倒防火墙的号角一旦吹响，方案一公布，民众之中很快会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民间藏富藏宝者大有其人，这些人里面倾囊相助者也一定不在少数。关于第一次投放，作者建议一定要选取一个好日子。中共国曾经流行一首歌曲《好日子》，由宋祖英一唱红遍大江南北。好日子或者是共匪组织所谓党的生日，或者是中共国的见证日，当然串证日，当然选取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新年投放也很好。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可以为节庆增添喜庆气氛，带给民众喜感与欢乐，给独裁者传递末日临近、噩梦开始的喜大普奔的好日子。作者希望这不只是一篇公开信，而是一颗能引发思考、凝聚力量的火种。这不是政治话题，而是关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未来、自由与尊严的一个话题。他最终强调，民主的中国指日可待，自由属于全体中国人民。这里是大结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那个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